只要你有一个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一个目标的话，你就会不接受。花絮如此之多。因为我们 startup 这个团队最重要，就人最重要。对，正好转进来。好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回来新野频道。这次非常开心邀请到 Avro 在新野做很多 content strategy 的工作。很开心加入新野，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。本身我是一个 freelance designer， 是从marketing 转行到 product designer。就之前是在苹果做 UX advocate， 慢慢呢就到 startup 里面做 solo designer。感觉你的经历还蛮独特的，就是 Apple 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，后面你的经历又是一些 solo design。你在大公司，就像苹果这种巨大的企业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一种体验？体验非常不一样，就是在Apple 的时候，你的工作不需要知道的东西你是不需要知道的，你就只负责你的 task，就有点像是我们常说的螺丝钉，叫你做什么，你就把事情做好就好。然后呢，到 startup 里面，因为我是 solo designer， 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非常多。可是，在 startup 里面，大家也各有各忙，大家都是有很多的职责要负责。就变成了你要自己去发掘你需要什么资源，你需要什么一些资料资讯，自己去每个部门每个 team 去 connect 一些 stakeholder， 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去完成你自己的工作。听起来就是说你跟团队的一种合作方式会非常不一样，是吗？对，真的很不一样。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，就是觉得我要怎么开始呢？我要去跟谁联系呢？就是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。因为我也有这种体验，就是在小公司很多时候不会有很完整的一种 process， 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一些缺的东西去哪里找。真的就是没有 process。我还记得我加入一个小公司，我就说，我们现在这个 process 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东西我需要去跟谁联系？我的 manager 还跟我说，我们没有 process， 你来创作吧。那你觉得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，做产品设计会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因为我有 marketing 的这个背景，我设计的时候我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，我会比较从 business 的角度出发，我这个 product 要怎么才能满足到我的用户，而不是只 focus 在我的设计怎么样变得更完美，怎么样去配合我们business 后面的一些 vision 啊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，这些东西都会想的比较多。不同的这种环境下，你的流程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加入这个 startup 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 designer，所以其实公司里面的人，他们对UX design 或者 product design 这个概念没有很清楚，他们常常就觉得我都是来画 UI 的，我都是来把图画好给他们给 developer 去做的。但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架构啊、概念啊，所以就除了我从 business 的角度出发去设计以外，我还必须要去主动的去 educate 整个公司里面每个团队的人，UX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要从什么角度去出发，怎么去配合我们的 business。我觉得这个确实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之前加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样的公司，也是就是需要跟 engineering team 或者是 product team 去解释，设计部门到底是在做什么，我们理论上的一些流程啊，我们希望有哪些步骤，怎么样去和他们去做一些配合。我觉得怎么样来 advocate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。我跟 developer 的合作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，比我想象中我花了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去讨论怎么合作。好处是团队比较少，我们能够商量的东西比较多，也比较好，互相的去理解大家现在需要的一些什么呀，难处在哪里，或者就是我们的资源在哪里，这些东西比较好商量。难处的就是 developer 团队也很少啊，就是有时候你想到一些很完美的东西，我觉得可以做好的，可是来了小公司之后，你会发现 developer 会跟你说做不到，这个资源的分配吧，会非常的不一样。这个观点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小公司可能 constraint 就会特别多，怎么样去理解这个 constraint？但是与此同时，我觉得小公司你可以去 pitch 很多东西。这个就是
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大公司他们都已经想好了、规定好了，到你手上你开始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经过了好多层的 decision， 他们就是已经可能改过很多遍了，他们就会跟你说，我们决定好了，你做吧。在小公司的话就不一样，你今天能想出一个更好的，你就可以去跟你的上司、你的团队去说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比原来的计划要好的话，那就可以就立马做。那你觉得就是像在大公司怎么样能够有更强的一种 visibility？ 小公司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。小公司的话，基本就团队就几个人，所以都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大公司的话要主动的 reach out，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cross-functional team， 跟不同 project 的人啊，都多多去交流，或者就是当你有一些好的想法的时候，你可以多去不同团队的人交流，让他们知道，你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想法，可能今天用不到，但他们以后可能计划要做一些类似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到，曾经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想法，我们也可以去找他来帮忙。这些都是在大公司上面要往上爬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对，我挺同意的。其实我会觉得大公司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去跟其他组打交道，去解释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，让大家了解到不管这个和他们暂时现在有没有关系，也许未来有关系，你怎么样让他记住你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可以在平时喝咖啡的时候啊，或者大公司也有活动也特别多，各种场合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去多认识不同团队的人，以后可能都有机会合作，就不要把自己 focus 在手上的那些小 task 上面，那个也要做好，也很重要。大公司和小公司有哪些特质是你比较喜欢，但又有哪些特质是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喜欢？大公司喜欢的就是资源很多了，你需要的东西或者就是一些你不会、你想要学的东西，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资源，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不好的就是很难让别人看得到你的闪光点，公司人也太多了，阶级也分得更多，很容易被你的上一层压着啦，非常功劳啊之类的问题。小公司的话就是成长得很快，什么东西都要你来做，同时呢就是很混乱，工作太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从哪开始。在大公司转换到小公司的时候，因为以前都已经有人把你的工作分配好了，你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空间，你就把事情做好了。可是在小公司的时候自由度太大了，会觉得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担起这么多这么大的责任。小公司我确实挺认同，就是成长会特别快。我的体验也是，就是在更早期或者是一些初创，相对来说你能够有那个视野看到整个产品它的流程是什么，你可以理解到就从一开始的商业逻辑一直到你怎么样设计，你甚至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影响，改变了整个产品的一个方向。但是相对来说大公司这种机会或者是这种 visibility 就会少很多，你只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局部。小公司可以参与到很 high level 的一些计划，你是先知道最大的，然后去计划你下面小的一些东西是怎么做的。可是在大公司就是完全相反啊，你只知道你手上有的是什么，你甚至不知道你把手上的东西完成了之后，下一步会变成什么，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推出在市场上面，没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点什么。如果你现在再去寻找公司，你会想要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？现在我比较想的是，我有一个团队和我一起工作，团队比较少一点，就是大家的沟通交流之间会比较密切。其实我也会觉得 solo designer 就是会非常的寂寞吧，全公司就你一个设计师，你很难去和其他的人有一些碰撞的想法，或者是我想找人 critique 一下，都会比较难。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 highly growth 的一些公司，就是说它可能会有很多机会，或者是它的产品线正在快速的一个扩张。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进去了之后，你可以 own 比方说很大一个 scope 的一个产品。大公司的话，我之前的体验就是，你实在看到的东西太少了，你很多时候就执行，尤其是当你级别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就是像做 task， 你也不知道这个 task 会在什么地方会体现。如果在一个团队里面，你可以跟你做的产品一
起成长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满足感的一个过程。对，你看到自己的成长，然后你也看到你设计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啦，各种方面的都是对自己的一个 reward。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大公司，可能这个产品突然一下，你就是你做的工作也没有release，然后你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会发生了一些什么。虽然说大公司产品最后没有 release 的话，跟你的关系可能不太大，但你多少会觉得有点伤心啊，就是是不是我做不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才没有 release 出去。对，而且可能就是我会觉得大公司太有点像流水线，有很多时候你甚至看不到，就是你做的那个部分给到下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什么。对，所以就是到最后出来的那个东西你都不认得了。对，很经常会这样子。其实很多时候看小公司也是就是看团队嘛，因为就是人最重要。我觉得就早期的公司，你在一个很小的 team， 你和什么样的人合作，你怎么样能够一起成长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其实这个在星野的感受就非常的明显了，大家都是很有热情的，大家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大家都想要成长。小公司有趣的一点也是在这里，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一些方向，尝试不同的一些事情，主动性很重要。主动性真的非常重要，没有人会跟你说你到底要做什么，都是从自己自身出发的去想，我能做点什么，会让我们更往前一步。今天跟 Avril 一起聊了大公司、小公司，希望 Avril 的一些经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想法。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